歡迎收看《寰宇全世界》，帶您走進全世界。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何榮。兩岸大事國際焦點，深度剖析，打開視野。透過 YouTube 收看朋友，請您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動動手開啟小鈴鐺。也歡迎您告訴我們在哪個城市打卡收看。當然，歡迎大家多多的表達您的觀點、意見與看法，也別忘了幫我們熱推一下。好，我們今天有4位來賓，首先來歡迎的是東吳大學政治系教授劉必榮老師。主持人好，大家好。另外，清華大學 EMBA 講座駱炳寬老師。何榮好，大家好。還有文化大學新聞系教授莊伯仲老師。大家好，很高興來到這裡。以及中華戰略學會資深研究員張進大哥。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好，觀眾朋友們，這個禮拜台灣很 AI， 因為包括了輝達的 GTC 大會啊，還有 Computex 2026接連的登場。那麼所有的科技大咖齊聚一堂，甚至還包括了全球科技巨頭的領導人們啊，像是 Intel 的執行長陳立武也來到了台灣。那這顯示的一件事情呢，大家看的是 AI 的科技是不是要爆發？那台灣呢，在未來的 AI 資料中心，甚至是 AI 工廠、硬體相關的供應鏈，乃至於整個生態系，都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在畫面當中，我們看到大和資本科技的一位產業分析師啊，這鄭勝元，他分析這次 Computex 的核心焦點圍繞在 CPU 的發展，尤其呢是 CPU 在代理型 AI 生態系當中的關鍵角色，以及呢導入 NVIDIA、輝達、Spark 相關系列晶片之後，這個 AI PC 呢將會帶來新一波潛在市場規模的成長機會。而在大陸這邊呢，過去1年來我們也看到中證資訊技術指數啊，漲幅也已經接近了1倍，市值增加超過9000億美元。雖然漲幅落後給一些由晶片股主導的全球市場指數，但是市場普遍認為啊，後續還有更多的催化劑等待發酵。另一方面呢，也看到民主黨啊，就是美國民主黨籍的參議員華倫，因為關注輝達在中國大陸的業務發展，還有出口管制，以及呢輝達在全球 AI 熱潮當中未來的核心角色，所以在6月11號這一天呢，會邀請黃仁勳出席參議院的聽證會說明。先請教駱老師啊，美中現在都在拼 AI， 那除了科技競爭之外，當然 AI 是重中之重啊。但是這個競爭下一輪的主戰場，您怎麼看？還有台灣在其中的角色？從這個來看的話，我們知道，如果這過去2-3年是 GPU 加 HBM 加台積電的這個 AI 的競爭，那我們下個世代好就是 AI 的基礎建設，包括電力，然後還有它的推理的這個運算 inference， 加上剛剛你提到 Edge AI、CPU、AI PC， 還有開源跟閉源與否，這勢必成為下一代的 AI 的大戰的一個焦點。對，我們知道。這4家這個 CSP 業者，微軟、Meta、Google、Amazon， 他們今年要狂砸6500億美金的支出，在投資 AI 的這個 Frontier 的 model， 就前沿型的這個大模型。那就要將 AI 的這個投資已經推向一個新的一個境界。所以中國主張要開源，那美國 OpenAI 是閉源的，這就是一個競爭。那在電力方面，中國用各種方法強化的電力，補強它在晶片的上的不足，這都是我們可以看到未來美中在這個競爭上所產生的一個分歧。那另外 AI 中國將來會強調 AI 的應用，所以它強調機器人，機器人的這個 AI 運用會將是中國未來發展非常重要的一個地方。所以我們可以簡單的來說，以上就是將來美中在 AI 競爭上可能面臨的3大個競爭的。所以我們在 GT 上面啊，還有在包括 Computex 展會當中也看到，特別是 AI PC。那黃仁勳在他的分享當中也特別提到了 CPU 啊。那未來呢，就像剛剛講，之前是 GPU 是圖形處理器，未來是中央處理器 CPU 會越來越看熱哈。這樣的一個 AI CPU， 您覺得會為資本市場繼續注入多少的動能？這個動能目前沒辦法估計，為什麼呢？因為我們知道，過去 GPU 是爆發式的成長，但是呢 ，CPU 它絕對就 AI PC 裡面，它不會是爆發性的成長，而是擴張性的成長，它會擴展到每一個應用載體的領域，讓它去發生，就是讓 AI 的應用到所有的個人電腦裡面去應用，所以它是不會發生像這個 GPU 這種，像 NVIDIA 這種爆發式成長。那 GPU 跟 CPU 過去的應用呢，在一台這個算力機器裡面，它可能 GPU 是1，可能
這個 GPU 是8，CPU 是1。那現在呢，這發展趨勢就是我不需要這麼多 GPU， 所以可能 CPU 是1，那 GPU 可能只2或4，這樣就可以了。所以這個 CPU 的需求量就大幅提高，這就是 NVIDIA 黃仁勳所說的，為什麼 CPU 會大幅的成長？這也是 AMD 過去股價漲了160%啊，從今年3月以來，它已經漲了160%，對，相當的驚人。OK，AI 現在大家都在拼啊，這個競爭非常的激烈，除了硬體之外，還有軟體啊。那當然不得不提到中國大陸的 DeepSeek， 最近 DeepSeek 也傳出了啟動第一次的募資，規模大約是人民幣500億啊，折合美元的話是74億左右。那路透也報道呢，這一輪的投資者包括了騰訊控股、寧德時代、網易、京東這些大陸科技跟產業巨頭。騰訊正在考慮投入100億人民幣，而寧德時代呢，則考慮投入50億人民幣啊，使得騰訊跟寧德時代呢，有望成為這一輪募資當中的最大外部投資者。而總部位在香港的 IDG 資本還有利思資本呢，也被列為是潛在的投資者。至於呢 DeepSeek 的創辦人梁文峰呢，他也承諾說他會投入人民幣200億的自有資金。而在這一輪募資完成之後呢 ，DeepSeek 的估值可能落在3500億至4000億人民幣之間。所以這次擴大資本結構的產業戰略目標啊，我們怎麼看，莊老師？這應該是中國史上最大的單筆 AI 融資案哈。那當然有3個意義啦。第一個，過去我們認為 DeepSeek 深入求索比較像一個技術研發中心，它走向了普世的商業化企業。第二個呢，剛剛榮哥有提到，目前參與融資的有寧德時代，對，還有這個網易、京東等騰訊等等，對不對？對。也就是說，過去 DeepSeek 比較像是一個這個單打獨鬥，現在變成一個 AI 基礎建設的一個策略聯盟，變成一個團隊了。好，那第3個意義則是說是一個補血，因為在 AI 的產業競爭裡面呢，這個 DeepSeek 也面臨的人才流失，還有設備迭代問題，所以等於是補血進來。對。不過放在世界天平上來看，哈。這個其實衝擊力並沒那麼大，因為按照各家的流量來計算哈，比如我們比較熟悉的 SimilarWeb 這個流量統計，目前在 AI 這種機器人式的這個生成式 AI 問答這種服務方面呢，以前是一強獨大，就是 ChatGPT， 那佔了大概50%哈，那現在慢慢加入了這個所謂的 Google 的 Gemini 啊，那它大概佔了3-4%，也就是說，這個世界的 AI 服務的流量啊，特別是機器人問答方面，大概有80%是被美國人掌握。那我們熟悉的這個包含千問、DeepSeek、豆包，頂多是在6、7、8、9名那邊升降，大概10%左右的市占率而已。那所以說呢，這500億啊，74億美元的融資，對美國的同業來講是個小巫見大巫。坦白講，眼皮可能不會眨一下。這才第一輪嘛。是好，那但是對美國來講，這個只是一個小菜啦。第二個呢，對晶片技術的封鎖，最先端的這個 B200還是買不到嘛，哈。那其他次世代的，只能買到次世代，或者他們自己研發的升騰還是有段距離。第3點呢，過去 DeepSeek 靠的是什麼？就是所謂他們的演算法優化，把廉價的這個軟硬體結構，把它優化到極致來一搏。好，跟巨頭一搏，但問題是有邊際效應締結問題啊，終有窮盡的時候。所以我的結論就是說，儘管這個融資是史上未見，在中國史上未見，但是只是有足夠籌碼，讓 DeepSeek 在牌桌上跟這些大咖玩家繼續玩牌而已。是，那只能說在領導者旁邊扮一個稱職的追隨者而已，至少目前是這樣子的。是 H200啊，就是輝達這個想要賣給中國大陸這邊的。後續呢？等一下，我們特別來看這個問題。而特別看到的另外一點哈，就是在美國這邊啊，因為總部設在舊金山，他們開發出 Cloud 系列 AI 模型的這個 AI 新創公司啊，也是最近非常火紅、被熱議的 Anthropic。他們目前的市值啊是3800億美元，而他們的專長呢是開發通用 AI 系統跟語言模型。這個禮拜呢，他們卻拋出了一個報告，提醒大家，而且是警告說，最新模型已經開始出現可能脫離人類控制的跡象。英國金融時報就披露 ，Anthropic 呢目前雖然正在跟五角大廈打官司，但是也已經派遣工程師進駐美國國家安全局啊，部署 Cloud Mythos 這款 AI 模型是用在進攻型網絡作戰。因為 Mythos 呢最大的功能啊，最強的功能就在於幫系統找漏洞，對於資安的提升會很有幫助。好 ，Anthropic 跟五角大廈打官司呢，是因為啊 ，Anthropic 試圖限制美國政府使用他們所研發的 AI 模型，要大規模的來監控美國的公民，以及呢用在具備自主殺傷能力的無人機，
所以呢，五角大廈呢就把 Anthropic 呢是列為供應鏈風險，然後 Anthropic 就因此對五角大廈提出告訴。現在我們看到，全球 AI 題材是越來越火熱的情況之下，可是也聽到了 Anthropic 提出了這個警告，好像是拉起了一道道德風險的防線哦。劉老師覺得這是一個商戰策略，虛晃一招呢，還是未來真的有可能在中美的 AI 競爭之下出現這種 AI 的高風險？我覺得這兩個都有啊，兩個都有。其實如果你說新的科技出來啊，新科技出來，我們其實從國際政治的角度來看呢，其實我們看的就是人類的科學智慧和人類的政治智慧啊。那到底是一個野獸，一個新的東西被放出來，它怎麼被套上個枷鎖，能不能管得住它啊？那麼過去常常有很多新的武器出來以後呢，然後現有的國際政治秩序慢慢的就把新武器把它吸納融到這個國際秩序裡面，它沒有顛覆掉國際秩序。可是 AI 是不一樣 ，AI 是來的又快又猛又急啊，人們連適應的機會都沒有啊。都沒有的情況下呢，所以就有很多人擔心，哎，那我們的人的智慧是不是能夠控制得了 AI 呢？哈，科技的智慧是不是要控制，要不然它失控了怎麼辦呢？那你說這個 Anthropic 它之所以要提出來呢，其實是噱頭呢，還是真的風險？我覺得兩個都有，一個是很多人他真的擔心，說明他們真的擔心。那第二個呢，當我提出來說一個道德風險的時候，我把我自己拉高了，我在拉高我的層次拉高，我跟別的其他 AI 競爭對手不一樣啊。你看，我又跟着發展，那我又強調這個道德，做出一個區隔，那我有道德，那我有道德，那麼那有些人就覺得，哎，那這個不錯哈。當我們對 AI 有疑慮的時候，那這家的 AI 不錯，對，所以它也可以吸引一些新的客人。所以不管是他提出真的警告或者政治噱頭，我覺得這兩者是同時存在的。对，其實早期我們也聽到，像 OpenAI 也提出過警告哈。不過現在看它現在在發展 AI 的情況之下，那是不是跟早期他所提到的、所預警的有沒有相符呢？那晉哥又怎麼看呢？因為科技到了一定的極致之後，其實很擔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動不動現在在競爭激烈的情況之下，國家跟國家之間，尤其像中美這種強烈競爭之下，可能就拿國家安全作為一個大帽子，然後呢要求科技業來符合國家安全的一些相關的這些 policy， 甚至是 strategy 啊這種政策策略。您怎麼看 AI 武器化？我不禁要想到一句話，就是最邪惡的思想都是來自最高尚的道德，所以打着這個國家安全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但是呢，人類科技不斷進步，我們一直這個都在擔憂，說是哪個武器出來之後會整個就是脫韁野馬，譬如說當年的毒氣、馬克沁機關槍，甚至核彈出來，但事實上證明最後還是受到人類的約制。但是呢，我們講實在話，這個東西對於 AI 啊、人工智慧或者人工智能啊失控的現象，早在1980年代好萊塢拍那個電影啊《Terminator》。最後絕滅者就是預言了戰爭這個機器跟人類的戰爭，然後人類挫敗之後躲到那個坑裡面，然後等着這個最後的絕滅者來絕滅它。所以說我們都知道，這個其實人類一直有這些擔憂，但是呢，確實有沒有真正的成真，我覺得這個我必須要這個提醒。人工智慧牽涉到這個運用在這個就是這個軍事啊國防上，老早就在，而且包括情報收集也是這個名詞叫做決策支援系統，就是用來計算這個物料管理、彈藥、油料、工材、醫材，後勤運輸，這個情報分析研判。它這個所謂人工智能最大最強的地方，它是拼湊那個 missing 這個 pieces 的，然後它把它拼湊出來。因為我們這個傳統的戰爭之中，西方的兵學之中就講戰爭之物，如何能夠看穿戰爭之物，靠着這些就是說這個人工智能的資源，然後把它拼湊出來。這個是老早運用了幾十年的東西，但是現在只是愈演愈烈。譬如說剛才您所講的遊蕩彈藥，它自主去自動辨識，自主去接戰。這個絕對是有可能會失控，這個已經是在講，我們戰爭都要負責任。那最後呢，扣扳機的手就發現它是自動的，那到時候呢，製造這個扳機的人是不是呢能夠卸責？這些都是問題。我們今天這個開了槍打到了直接的傷害，這個是個人可以負責。對，但是你把水壩炸了，然後水壩那個水傾瀉而下。這個是戰爭法規目前也是要禁止的。可是呢，將來能不能戰爭法規禁止到，就是說
說，這個 AI 假如是這個利用了人工智慧自動辨識、自主接戰，那最原始的這個就是啟動者要負戰爭的罪行。我覺得這個都是人類的要用智慧來去存在。目前在戰爭法規中確實存在法律這個盲點，但是我們人類要對自己有信心。這個我認為最後絕滅者還是這個叫做不會像這個阿諾·施瓦辛格在那個電影上那樣出現。對，我覺得人類不會說是縱容到那種地步。所以還是那句老話啊，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決策者慎之。馬上回來。中美互動牽動全球，美中競爭，地緣爭霸，外交、軍事、科技、經濟，多元觀點，權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賽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帶您走進全世界。歡迎大家繼續回到寰宇全世界，我們繼續還是從科技議題來看哈。英國的晶片設計公司安謀科技的首席執行官雷內哈斯，他最近提醒，他認為幾乎不可能阻止向中國大陸出口可用於 AI 的 CPU 啊，因為呢，他說這個 CPU 的用途廣泛，很難區分哪些是專用於 AI， 而且呢，也很難像對於當初對這個輝達生產的 GPU 那樣呢，對 CPU 設定具體的性能阀值還有內存帶寬的限制。講白話一點呢，就是無法做到像降規這樣的一個方法。彭博也報道呢，中國大陸至少有7所支持解放軍跟國防產業的大學正在尋求取得輝達 H200晶片的使用權，像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還有西北工業大學，就屬於致力於支援解放軍的精英大學群體，所以呢，也被外界稱為是國防七子。而美國外交關係協會呢，去年就有一份報告表明，說 H200的運算能力大約是先前獲准對中國大陸銷售的 H20晶片的6倍以上。好，那又回到了這個 H200啊，這個關於 H200的禁止啊，然後解禁啊，這個戲碼我們看到啊，就是一下子解啊，一下子禁啊，不斷的上演。但根據我們現在所說的這個最新消息，陸老師你怎麼看？就是支援解放軍發展的，剛剛提到國防七子這些大學都可能拿到 H200的這個消息，以及它後續的影響。這是一個非常微妙的事，因為為了滿足美國那個政府裡面的鷹派的要求，所以美國一定要對中國的這個晶片要做一個禁止的一個行政動作。但是呢，他現在只是希望我是戰略上延緩你中國的 AI 追上我，他並沒有辦法全面的禁止，所以他只能禁止說你不要超過我，你大概晚我1到2個世代，是這樣一個情形。那第二個呢，算力的所有權跟算力的使用權又不一樣，所以這個中國的這個西北大學的國防七子啊，他沒有擁有這些 AI 晶片的所有權，但是他可以用雲端租賃方式來使用這些 AI 晶片，就是我沒有擁有，我物理上沒有擁有你，但是我卻可以用雲端上傳的方式，我卻使用到這些晶片。那美國政府對這個呢，又沒有辦法強烈的禁絕，就是禁不了啊。對，就發覺他是沒有辦法禁絕，那他也不會真的就去做一些禁止動作，所以這個非常微妙了。哦，那第三個呢，這樣又可以滿足美國這些科技大廠 NVIDIA、Intel、AMD 他們的晶片還可以賣到中國大陸去，又維持這樣，所以是三方都滿意一個情況下，雖然三方並沒有坐下來談好這樣一個方式，但是三方啊也有這樣一個默契，說我就做到這樣就好了。美國禁止，中國想辦法，它不管是雲端使用，還有從第三地取得這個晶片，中國到現在還是繼續在做。那 NVIDIA 呢，繼續想辦法把它晶片能不能實體的賣到中國，因為中國很多的業者，那美國政府也許可啦，像阿里巴巴、騰訊、字節跳動、TikTok， 都美國商務部都許可他們可以買這個 NVIDIA H200的晶片，這個是沒有問題。所以這很像是一種不能說的默契，是吧？對，就是沒有形成默契的默契。OK， 沒有形成默契的默契，但大家都知道，我们彼此之間有這個默契。對 ，OK， 那所以國防啊背後的力量當然是高科技哈。這個法國的海軍新聞啊，最近跟美國戰區網站呢先後報道，就指稱說他們最新拍到的衛星照片啊，一張是在5月31號，一張是在6月1號，說這照片顯示呢，大陸江南造船廠下水了一艘全新型號的攻擊型的核潛艇，那主要的特徵呢是流線型船首、X 型舵，還有極小的
指揮微殼。帆罩呢則是標準特徵，但是設計者看起來是想打造更流線還有減阻性高的前艦，所以呢去除帆罩。衛星照片顯示呢，這艘全新型號的攻擊型核潛艇啊，長度大約是120米，接近維吉尼亞級核潛艦。那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呢，它沒有傳統的指揮台微殼，無帆罩設計有助於減少水下阻力，還有降低噪音。根據戰區網站他們的報道說，長度剛講說120米，寬度大概10到11米左右，比中方現役最先進的093B 型核潛艇啊。而且是核攻擊潛艇呢更長，這個是金哥的專業哈。您就我們看這艘報道當中，這個大陸全新型號的攻擊型核潛艇，那特別是講到了潛艇，美日最擅長就是常宣傳說他們把前艦啊、反潛兵力啊主要潛伏在宮古海峽、大隅海峽、對馬海峽、巴士海峽還有巴林塘海峽等等海峽哈。哇，真是密密麻麻。好，那所以呢？現在說到這艘最新型的攻擊型的核潛艇，在應對美日聯手的這個前艦布局上，有沒有特別值得觀察的點？我想第一個先從這個海峽，你剛剛提到那些就是有關這個美日希望遏制啊中國大陸這個向外，然後管控，就是去主控了很多海峽。我要提醒，假如不是在你的未來假想敵手所必用之航道，我們經常有一句話講說，這個地方能形成戰略要域，必然是攻者所必取，守者所必固。假如他根本不要用那個航道，比如說青津、中古啊、馬嘎薩、這個龍目啊，這個多得不得了。那這麼多海峽的話，就是說你必須人家要去的地方，你能夠卡住它，才布在那邊嘛。對，然後呢，你用了這個就是第一島鏈上這些島嶼之中去卡住它，它現在在那邊整軍軍武，到底能不能達到它的目的？而且呢，它要能夠去這個保護自己的安全，你要知道。你在你這邊沒有進入一個這個就是飛彈陣地之前，這個地方是絕對不會吃炸彈的。你這你設了一個基地，你就等着吃炸彈。對，所以現在為什麼琉球那邊就是對於反戰呢，那個聲浪越來越高，而且對於這個日本呢，就自衛隊要那邊加強駐軍那個整個社會反彈很強。就是你將來這個徒有這個怎麼樣？徒有地之利而無利與治豈非禍之有？對不對？你把這些人搞來，那不是很糟糕嗎？第二個呢，我也要提醒，假如這個東西真的這麼好，對不對？那為什麼這個拖到潛艦在這個人類的歷史中已經幾十年、近100年了，為什麼到現在才冒出來？各位你要知道，那個艦體像這樣子上面沒有這個帆罩，對不對？你有沒有想過它可能會滾啊？那個船會滾啊！我們一般的船在旁邊還有多2個縫，叫閉龍骨，就是要遏制它的 rolling， 就是那個水流、海流，然後它可以讓它穩定前進。側邊來到那個整個船會這樣打滾的，所以不要以為說是任何新型設計，這個新型所有的這些艦船設計有這個長處就有那個短處，這個沒有說只有利而無弊的。那現在呢，大家都在那邊判斷這個那個這個到底是不是核潛艦？我覺得大家也要了解，這是因為從它照片之中看出來，就是說跟一般的柴電潛艦的排煙這個有一定的差距，只是做一個判斷。那到底它最後真正的它所謂的任務職能啊，我們講說它 mission role， 它的任務職能是什麼？我覺得這個都還有相當大的空間。所以呢，我們呢，對於所有軍事的預判，尤其是這個就是這個西方世界對於中國大陸的軍事預判，向來都是非常失誤的，對不對？往往這小孩剛生就在討論未來太太要娶誰，對不對？結果真正呢，很多東西呢都在完全沒有注意的中就橫空出世。殲20就這樣，對不對？好幾個6代機，呼一下就橫空出世。您看這個，其實最近看起來日本蠻緊張的哈，所以就是尤其是在中美西川會之後這個看起來中美的關係是稍微緩和了一些。那當然，大家也會聯想是不是東亞這邊會出現一個戰略真空？因此呢，就看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6月初就立刻找來了菲律賓的總統小馬可仕兩人在東京會面。那兩國呢，除了宣布將菲律賓提升為日本在東南亞第一個全面戰略夥伴，還共同宣布叫正式啟動太平洋專屬經濟區，也就是 EEZ 跟大陸之間的劃界談判。
不過這幾天其實引發熱議啊，因為大家在想的是台灣在哪呢？那台灣有沒有發言權呢？好，中方外交部已經對此嚴肅重申，說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並且指日菲兩國在台灣東部海域的劃分計劃已經侵害到中方的海洋權益。台灣方面呢，也聽到了外交部有發言了，說已經要求日本跟菲律賓呢提供談判海域的詳細範圍與資訊，因為相關水域跟台灣所主張的專屬經濟區有高度重疊啊，呼籲日菲兩國務必考量台灣的權益。但說了有沒有用哈？好，我們時間往前推來看，日菲兩國呢在2024年7月就簽署了這個相互准入協定啊，2025年呢9月正式生效。那這也是日本自2戰以來首次跟亞洲國家簽署的部隊准入協議。這個協議其實就是呢，允許兩國軍方可以進入對方的領土部署、參與聯合軍演，而且大幅簡化人員跟武器裝備的通關程序。這邊有一張圖，就是這次啊，我們看到引發這個熱議的部分。好，這個顏色很清楚哈。那來看，日本是藍色的線哈，因為呢，他說這個他經濟海域哈就劃分。這個樣子，這樣的一個藍線。那菲律賓呢，紫色的，兩者的重疊部分，就是說他們要來協議，要談判的範圍。可是別忘了，這個台灣也在當中，台灣的專屬經濟海域哈，是也涵蓋在裡面。因此這一次呢，看到台灣跟大陸的態度哈有不同之處哈。台灣說肯定日菲談判呢，海洋權呢恐怕會邊緣化。中國大陸則是反對啊，並且派艦巡航，強化台灣的代表權。好，所以呢，這次針對這樣的一個事情哈，我們看到的是說，其實日本最近這段時間其實動作頻頻。我先請教劉老師了，因為從日本的武器外銷解禁到現在呢，說這個專屬經濟區要跟菲律賓一起來共同談判哈，特別大家就聯想到了，最近包括台灣也在講說這是針對中國大陸的，可是台灣方面沒有發聲哈，也沒有特別針對這個事情有什麼樣多做的一些解釋。那你怎麼看呢？就是日菲對中間的博弈關係？對，這個講起來哈。就我們看到日本呢，你說高市早苗上來以後，他其實在外交上比我們表現的想的要強硬，而且他是一整套的一個策略。你先不要講說哪個之前的，你說這相互准入協定，你看他今年不是參加了菲律賓的肩並肩演習嘛？哈，對。你說更早一點來看呢，在5月2號的時候呢，高市早苗事實上到了越南。到了越南以後，然後到了澳洲，然後同一個時間派了小泉進次郎到了印尼，然後印尼以後到菲律賓，然後到菲律賓以後，小泉進次郎到新加坡香格里拉對話。這樣的对話的時間，然後那麼高市早苗，那麼日本政府就把小馬可仕請到日本去。其實是5月28號，5月8號他們是國事訪問，他還在這個國會演講，還贈詢日本的天皇夫婦，請這個小馬可仕夫婦吃飯啊，把他整個提高。那位階提高呢，強調說幫你怎樣軍事的現代化，這個潛艦的水面上的這個武力啊等等。因為今年呢，就高市早苗來講，他是10年前他師父安倍晉三提出來了這個印太的之類的10周年嘛，所以他想夯實的15年觀念啊，然後他這樣想，美國如果說你要改變策略，日本要扮演更重要的領導的一個角色啊，所以在這整個情況下，菲律賓的態度又改變了。菲律賓呢，本來呢，他是在美國打伊朗以後呢，菲律賓因為需要中國的肥料，所以菲律賓對中國的態度有點軟化。講說，包括開發的海底的天然氣啊什麼的，他才跟中國一起開採，他採用比較開放的一個態度啊。可是開放態度就到了日本去以後，日本這麼高規格的接待怎麼樣？那菲律賓又開始強硬起來，以後就回到你剛剛講的問題了。然後他們在海上的這個海面上的這個 EEZ 哈，就專屬經濟區，海底的事實上是大陸架啊，我們有或者叫大陸棚啊，大陸棚還叫海底的這個大陸的劃界，海上的專屬經濟區，那這一劃把台灣劃沒有了，那我們呢？所以我覺得外交部最早的時候態度太軟弱啊，太軟弱就引起很多輿論的撻伐。對，撻伐你怎麼可以這樣子？什麼樂見，我們這稿沒有了啊，那外交部整個才強硬起來。所以這是我們一定要該講的話，還是要講。你跟一個國家關係好不好是一回事，但是我們的利益，我覺得要捍衛，這是很重要的。莊老師啊，您覺得日菲雙方這個主動背後有美方的影子嗎？應該這樣講哈，絕對有。不過日菲雙方小心翼翼，避免讓中國抓到把柄。
好，那我來錄影前還特別查詢了菲律賓跟日本的媒體哈。那以菲律賓的這個詢問者報跟新報為例哈，幾乎沒有提到台灣，有的話也是只字片語，然後呢是提到別的事情就順便提到而已哈，所以我們覺得很遺憾。那倒是呢，中國提到了很多啊，美國就我不講啊。第一點呢，菲律賓媒體主張中國最沒有資格講國際法，特別是國際海洋法公約這些東西，因為2016年南海仲裁案結果宣判，中國的看法是不承認、不接受、也不理會。第二點呢，這個菲律賓媒體強調，他們是把原本模糊的南海問題變成更透明的一個狀況，讓世界各國可以來監督管理，雖然認為是好事。第三點呢，他們也特別強調，他們無意挑釁中國，他們只是一個國家經濟安全的一個自主而已。那日本媒體的報道就更有趣了哈。第一點呢，我們不管是主流的讀賣新聞，或比較保守的這個財經新聞、溫和的朝日新聞來看哈，第一點他們會主張說，中國可以出來倡議啊，一帶一路，讓他們出來倡議啊，這個 RA 啊，相互准入協定，為何不可？因為天下之大，不是中國一國所能獨治嘛。更何況日本跟菲律賓不是最近這幾年才有合作，因為戰後這幾十年來，日本一直是菲律賓最大的發展援助國啊。那此外呢，日本方面提到一個叫做兩海聯動的這個戰略，也就是說，日本視為命脈的宮古海峽跟尖閣群島，就我們講釣魚台列嶼哈，是跟南海是聯動的。如果南海有失，日本不能扮演角色的話，會危及他們國際民生，所以他們這樣做認為是對的哈。那總的來說呢，日菲兩國媒體呢的輿論揭露3點：第一點，確實是攜手合作了；第二點呢，他們追求的是務實的理智，而不是面子；第三點呢，他們特別強調沒有美國啊，他們不會挑釁中國，也無意跟中國抗衡，這是他們特別強調的。建哥，我看到你有發文哈，簡單30秒就好了。您特別點名了海洋法學者。對，我在講啊，其實這個最簡單，請參據哦，1969年啊，北海啊大陸礁層劃界案，2個國家在左邊跟右邊，你無論怎麼樣，你的海岸線沒有連接，你不可能畫個東西把中間那個東西給蓋住，這是最基本的。最後劃界的結果，那德國啊去告丹麥跟荷蘭，這個就跟當年啊一樣，丹麥跟荷蘭合謀，然後呢，他最後就是中間把它卡開了。我們要要不要學德國？這是綠營的政治智慧啊，對不對？而且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75條、第84條，無論你怎麼畫，你看你能不能在聯合國秘書處註冊，只要有人有異議，你都是白畫。好，所以這件事情還有後續啊，我們會繼續的觀察。休息一下，等一下回來關注伊朗局勢，馬上回來。中美互動牽動全球，美中競爭，地緣爭霸，外交、軍事、科技、經濟，多元觀點，權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賽局。每週6日，寰宇全世界帶您走進全世界。